本来就是你家，何必偷偷摸摸的？找什么呢？李汝和给你的支票呢？我需要把钱给姜伟。我说过了，姜伟需要钱让他找我谈。你去没用，必须是我。那说说看，为什么不可以是我？李汝和是个聪明人，他很清楚，一旦姜伟把军粮的事捅上去，不只是他，我们也会遭殃。但是账本不一样，那是他的底牌，一旦失去了这张牌，从此以后他在我们面前就失去了话语权。所以他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要把账本交出来，只要拖到军粮卖出去，他就安全了。所以我一直给他放烟雾弹，让他以为我是被逼无奈，一步一步向他妥协。从一开始，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到钱。我已经跟姜伟聊好了，只要喂饱了他，他就会配合我，彻底把李汝和拉下马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拿到账本。至于站长的钱，以我督导员的身份，随便抓几个人就解决了。我这么说，你能明白吗？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清楚啊？你从来就没信任过我，也不相信我的计划。我跟你说了有用吗？我的确不信任你。你觉得你在锦州这么长时间的表现值得信任吗？那些跟你生生死死的兄弟们，不照样不信任你？你的问题。你也怀疑我是共党？那你就开枪打死我！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谁最不希望你是共产党，那个人一定是我。你是我先生，我是你太太，结婚2年，你是共产党，我却浑然不知，这事儿说出去谁信啊？毕竟知道你我有名无实的也就那么几个人。如果你真的在了，我怕不是要被你害死。还有啊，周英群前几天找过我，他早就料到你会问李汝和去要钱，他让我务必跟你一同去，在场好做个见证。所以那天我才会出现在那儿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是共党，也不会害你。你是什么我管不了，只希望在锦州，你不能是。毕竟现在我还是你老婆，所以在回上海之前我会帮你。回了上海以后，我会跟你离婚，站长那边我去说，到时候你爱是什么是什么，跟我都没有关系了。晚安。等等。
长，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汇报。谁呀？快走，带我去见周队长。快走，先离开这儿。坐稳了啊！行吗？别愁眉苦脸的，一直以来与你合作，都让我很安心。谢谢你，也谢谢你。此番一别，关山路远，保重。再见，苏南同志。再见，何天明同志。如果我有幸能平安回来，我会将一切归功于那些与我合作、为我牺牲的同志。如果我不幸丧生，我们就等到雨过天晴的时候再相会。保重。请吧。我已经等了1天了，周队长什么时候才来啊？李组长，你可别骗我呀！周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他让我在这儿先招呼你。我骗你干嘛？坐坐坐。喝水吗？您稍等，我通报一声。您请。听说你要跟我讲关于领息的事情啊，李处长，有点冒昧啊。我知道，我跟您没什么交情，但是咱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林夕。这个林夕啊，实在是太狂妄、太野蛮了。您知道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？我也不瞒您说，他抢了我老婆，而且还抢得那么理直气壮。这还不算，现在他还要对我赶尽杀绝。您说我就是一小老百姓，我哪能斗得过他呀？但是您不一样，所以我今天来，就是想拜托您，你好好治治这个林夕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咱们可不能轻易放过这小子。就这些啊。
林夕果然提前行动了，看来他对陈世龙早起了戒心。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宝压在陈世龙头上，他不过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。没了就没了吧，也算给党国省钱了。只要这一次能抓林夕一个人赃并获，再加上何天明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他还能怎么狡辩。谢谢啊。看你吓的，还一会儿就来，稍等一会儿啊。我这儿好酒很多，尝尝吗？我不喝酒。这是中央银行的支票，明天一早开门，你们就能拿到钱。我相信，全锦州没有人能出到这个价格。是个爽快人呐，那我可就不兜圈子了。生意能做，不过有个条件。说，李云飞你认识吧？这个人曾经得罪过我，只要你答应帮我把他约出来，我就把东西卖给你。我知道他是你一朋友，就算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我不会要他的命，一只手就够了。先生，您的箱子。哦，再见。你有一点说错了，李云飞不是我朋友，他是我兄弟。你知道你这么做得罪的是谁吗？带我去见你老板。我就是老板。少废话，赶紧的，他等着见我呢。骆驼牌香烟，美国产的，尝尝。来一个。跟我走。箱子里的东西呢？放心吧，已经听话好了。哎，饭店里有个上海厨子，做小笼包的手艺特别好，来品鉴一下。照上海还是差远了。
林夕，我这满屋子的箱子，装的可都是情报，桂系的、西北军的、政学的、太子系的、CC 的，啊，最重要的，共党的，数量不多，分量可都不轻。你想要的东西，就在那里面。放心吧，里面的东西没见过光。要不是光头那一下，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是生门的老板。光头不比我像老板？他哪一点像老板了？再说，你吕云飞在锦州这么多年，八面玲珑，怎么可能树敌呢？这不是你做事的风格。我倒是想问，为什么试探我？其实也不是试探你啊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你现在还把不把我当兄弟？那现在知道了。嗯。你说你怎么就成了生门的老板了？你知道你干这个有多大的风险吗？我也是被逼的呀。小燕从小家庭条件就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她花钱大手大脚惯了，不想办法搞点外快，日子没法过了。跟李汝和他们的生意呢，稳定是稳定，但是分钱的人多呀，落到我手里最后没几个子儿。也是巧了，我老丈人之前在美国留学，他有点那边的人脉。所以一开始我就是小打小闹，打听点美元的消息，没想到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。你看，做成龙头了。说吧，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倒是有一件，这个，当时吃铁锅炖，你跟周应权。不满身功勋吗？所以我骗你们这是抓共党的时候拿的，其实是买卖情报，有人下黑手给我划的。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，我怕你们笑话我呀。其实我怎么会动共党呢？他们之前救过师傅，再怎么说咱也是讲义气的人啊。我第一次跟你提生门的时候，你就意识到了吧？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来没来过？顾没顾人杀林红俊，我能不清楚？哼，那你怎么没举报我呢？我为什么要举报你？我又不是老周，我满心都是什么报效党国、忠于领袖。我不信三民主义，也不信共产主义，我信奉生活主义。哎，生活主义总不得罪共党吧？白天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才是真的。可我还有一句话没跟你说，我李云飞可以跟任何人逢场作戏，有钱就赚，没钱就跑了。但你林夕不同，你从小就是我大哥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，你可以永远相信我。你都把我说感动。来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强将军，哎呀，现在我们怀疑你有通共嫌疑啊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通共？强将军，这个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吧？啊？零七钞票没给本你吗？侬那哈讲啥么子啊？不是，带走。姜伟，过无撤侨啊！杨市长呢？啊，我要见杨市长。哎，周队长，啊，周队长呢？带走。
喂，你们，教官，教官，搜。将军，发现一部电台，还有这些电文。将军，在李汝和书房的暗格里，发现了这个。那你是怎么找到陈世龙的？现在给老周开车的那个人，每个月可以从我手上领20美金。他身边那些人不都是杨森从沈阳带过来的吗？嗯，那又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有本事啊！哎，那我问你个问题呗，苏南和何天明，他俩是真的假的？你就别卖关子了，我知道他俩是同党。你不是情报市场的龙头吗？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儿？你废话，我不能全知道啊。行行行，不愿意说拉倒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这外面全都是杨森的人。我知道，杨森和老周布了个好局。知道是好局，你这次还往里钻啊？你脑子出问题了？你还记得老陆吗？当然记得啊，当年在上海给我们搞了多大的乱子。他如果不去抢那把钥匙，就不会被76号杀。你说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还有灵魂剧，他如果肯跟老周合作把我供出来，他也不会死。他脑子是不是也有问题？还有很多很多像他们那样的人，难道他们的脑子都有问题吗？哎呀，想不到我们俩也有尿不到一个壶的时候。尿不到一壶里那就喝。我没想跟你争啊，我就想问问你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有办法没有？办法倒是有。既然你是生门的老板，那就更好办了。你是生意人，我不能让你白白担这个风险。亲兄弟，你整这不要还给我，就知道拿我寻开心。胶卷呢？我去给你拿。等等。进去！进去！进去！看来已经完成交易了，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林夕，把胶卷交出来。杨森那边，我去做工作。
带走。怎么样，处长？到处都找遍了，没有发现陈世龙。继续找。是。什么意思？解释一下。 为什么出现在生门大饭店？吃饭啊！林夕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别以为2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。你要不信，那我就不说了。你也别打太极了，告诉我胶卷在哪儿？什么胶卷？锦州地下情报市场流传的胶卷。那份有关共军 战略动向的胶卷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问我，我哪知道？我来锦州只是落实上面交代给我的任务，我只是个特派员而已。那既然如此，李汝和为什么会给你一大笔钱？你用在哪儿了？神通广大呀，二位。 但是这个事情啊，我不说，是为你们好；要说出来，可就不好收场了。林夕，我了解你。如果你还念兄弟情的话，我劝你交代吧。你闭嘴！你还有脸跟我聊情分？我可是冒着受贿的风险，想着给你擦屁股，你们反过来怀疑我，还靠我。 我说实话，没错，我是知道锦州地下情报市场有这么一个东西。我是几番打探，才找到路子。但是你买这一份东西需要非常多的钱，我哪有钱？所以没办法，我才利用了李汝和。这不还没跟他们接触上，你们就来了。既然这样，你是个督导员。 有这样的情报，应该第一时间分享给我。那这得问你啊！你相信我吗？自打来了锦州以后，处处针对我，而且这么紧张的时候，我怎么敢轻易分享这么重要的情报呢？林夕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这一切。 都是你逼我的，没人逼你，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选择的。怎么，你们连我也来？让开！ 贺副主任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的丈夫何天明刚刚被保密局的人指认为共党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：这件事你知不知情？参没参与？好。锦州这个地界，自从保密局这帮混蛋来了，就搞得乌烟瘴气。他们就是没事找事儿。 只要你是清白的，我就代表焦总力保你。贺副主任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我的身份经得起调查，但是和保密局的关系，您还是要多注意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锦州指挥所的第2把手，还能怕了他们这几个保密局的？
告诉杨森，有什么事直接找我，人跑不了。他也别忘了，这里还是我们焦总的地盘。走。何副主任，大晚上的辛苦您了。云飞，你保证你这个兄弟没有问题？绝对没问题。而且您放心，您把苏南保出来，将来林夕还还您这个人情呢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绝对不干坑自己人的事儿。那何天明的事情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既然能把你保出来，我就不怕别人打我的脸。且不说，不能光凭杨森他一张嘴，就指认何天明是共党。即便他真的是，也不能说明你的身份有问题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给保密局这帮家伙一点颜色了。何副主任，那林夕，你就放心吧，这里是锦州，不能让周应群和杨森为所欲为，是吧，何副主任？如今李汝河自身难保，我也只有选择相信你了。照你所说，有几成把握？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也就谈不上有几成把握了。好，那我会立刻要求进行听证。只要林夕是清白的，我就有办法把这件事压下来。不过，相应的，放心，规矩我都懂，全部尽早解决。是焦总的电话吧？焦总要求我们立刻对林夕展开听证。李汝河被姜伟带着宪兵队的人抓走了，苏南被贺副主任力保，陈世龙现在下落不明。整件事情跟咱们之前的预期偏差太大了，挖地三尺也必须把陈世龙给找出来。陈世龙，他只能证明何天明的身份。想要靠他来扳倒林夕很难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焦卷下落不明，万一他真的落到了共党手里，我们就一败涂地了。林夕既然已经交了钱，那么焦卷就一定在他手里。我们只要咬死这一点，他就掀不起什么风浪来。问题是，焦总现在站在他那边，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利益交易。一帮蛀虫、蠢蛋！现在李汝河被姜维给扣下了，一旦他的共党身份被坐实，又松口说出了与我们之间的合作，那我们太被动了。李汝河现在是整个锦州的棋子，没有任何人愿意帮他。一旦他意识到自己走投无路了，他肯定会抱紧我们，绝不松手。林夕这一招，杀人诛心啊！不过，我们还有机会啊。
接下来调查会是跑不掉了。但好就好在杨森跟老周手里面没什么证据，只是这胶卷事关重大，上面的人恐怕没那么好糊弄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这都是贺副主任的安排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你安全了，大家才能都安心。这个道理他还是明白的。要不是你出面的话，我感觉他也不会淌这个浑水。应该的。谁让林夕是我大哥呢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路上小心啊。哎。林太太，如今林夕牵扯进了通共案件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杨处长，我能说什么？该配合你们搜查，我也配合了。如果真的搜不出什么的话，还劳烦杨处长请回吧。看来林太太对我还是有成见。行，这事儿呢，我不掺和了。让周队长跟你说，他是林督导员的兄弟，说的话肯定比我中肯多，但还是希望林太太能够多听听劝，免得又帮人背了黑锅。走吧。周队长，你不是答应过会保证我安全的吗？今天这出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并没有食言，否则你就不会还能坐在这儿继续喝酒了。我希望你能够配合。威胁我？文华，我在很真诚地和你对话。林夕拿着邢站长的钱，替共产党买下了胶卷。如果这件事情让邢站长知道和你有关系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？队长。从屋里搜到这个存折，锦州帮现在这帮家伙愿意保林夕，或许能够帮他脱罪，但就靠这笔巨款，我就可以以贪腐的名义把他查个底调，到时候再把邢站长牵扯进来。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现在有的选，把自己摘干净，到时候可就真的没得选了。这笔生意值得做，你好好想想。我可以配合你。但是我要见他一面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李汝和的支票为什么不交给姜维？为什么要去买胶卷？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用得着跟你商量吗？我为我兄弟着想不行啊！你放心，姜伟不会把军亮的事情捅到上面，你交得了差。那这是什么？周应群在你房间搜出来的，给个解释吧。
周应群拿这笔钱威胁你了，是不是还要报到站长那儿？下作，无耻，无良！你为什么把钱存在我的名下？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就不瞒着你了。我打算跟你离婚。这笔钱是给你准备的安家费。行了，别再演了。你我的婚姻就是站长拿来监视我的，大家心知肚明。说实话，我早受够了。我跟苏南的事情你也知道，全锦州都知道。再这样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。站长那儿，我会去解释，不让你为难。这笔钱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不多，但是足够让你过上新的生活。谢谢。林夕这家伙，滴水不漏啊。稍等一下，我们之间说的话你应该都听到了吧？不用我再复述了。为了林夕这样的人，值得吗？你觉得我会掩护他？你要知道，通共、藏匿重要情报这样的罪名，单抓一个人是不够的。你是他的妻子，离他最近的人。如果你不主动一点的话，很难不被牵连的。你是不是耳朵不太好呀？刚才林夕自己说的话你听不见吗？我们之间的婚姻不过是个幌子，听见了吗？问题是，谁会相信一个共产党的话呢？你信吗？我可以信，但你要说一些真话，证明林夕和何天明私下有联系，证明他和李汝和私下有交易。周队长，你就那么希望把事情搞大，不怕受不了场吗？那这就是我自己的事儿了。你只要告诉焦总，他们是背着你私下来往的，到时候你就是检举共党的功臣。你会听到你们想要的证词的。那样最好。聊好了，那接下来就该轮到李汝和了。有空吗？进来。江将军，哎呦，侬不要介客气呀，坐来坐来。
知道您马上要回南京了，特地给您准备了一些锦州的土特产。哟，小周啊，你太有心了，摆到那里好了。你要吃啥啊？什么时候学会搞这一套了？嗯？不瞒您说，第一次。我看也像，动作老生疏的。好了好了，直接讲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？我想审一审李如何。可以的。警备司令部的人肯定没有你们的人做事利落，正好交给你，赶紧给他上上手段。他是共产党这件事儿，您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啊？一切嘛都要看证据的呀。但是呢，共党渗透很猖獗的，我们做事说话要格外小心。哦，有个事情我要讲在前面啊。人呢是人家警备司令部抓的，功劳总归记在人家头上。哎，因为人你可以审，但是不好带走。明白，多谢江将军。哎呦，不要客气啦。来，你总算来了，好少放我出去啊！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想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你不要忘记啊，当初我们是谈好要合作的，我才趟的这趟浑水。你们不把我弄出去，我就后中夯不啷当通通讲出去。你要敢讲出去，何必扛到现在呢？你心里清楚，现在能帮你的人只有我。周局，啥意思？何天明是共党，你和他接头的时候被抓，在你的家里搜出了共党的电台，现在整个锦州都知道你在通共，你那些故交好友，还有谁会站出来替你说话？嗯？这帮墙头草，好的时候一个个溜须拍马，现在出事体了，翻脸比翻尸还快。没错，这么多年了，锦州的贪腐核心一直都是你。你掌握了多少秘密？现在这个局面，他们恐怕更想看到另一个结局。怎么？灭口啊？好啊。过河拆桥是吧？很好。林觉啊，我呢也把话放在这里。即使我李日和万劫不复，我也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部拖下水去。这就搞什么？胡不及家人，你动不动啊？你误会我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会给你妻儿一笔钱，送他们去国外妥善安置。你放心，我绝不食言。
想清楚了，按个手印。为了扳倒林夕，你们还真是不择手段呐！我共产党啊！哎，他们胡说八道那就算了，你应该清楚，我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？我当然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了。可是整个锦州，太多人希望你是了。郑英军，这样，你让我呢打一个电话，好吧？我给南京打一个电话。哎，我是总统的董相啊，我不是随随便便到锦州来的。啊，没用的。我有证据，没用的。我手头高头有他们所有贪腐的证据。这些证据都只会成为你的催命符。就算是捅到南京去，你认为总统会为了你打自己的脸吗？啊？拿来锅头，好好吃。周娟，老酒和小菜都不跟我准备，唐兄弟啊，我说句，晚上去找你们。共党分子李汝和抢枪畏罪自杀。陈秘书，总统身边的人，我在南京的时候见过。
林夕，我代表剿总，也代表国府，对你进行甄别。东北剿总的杨森杨处长负责对你提出问询，你一定要如实回答。是。林夕，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，锦州的生门大饭店实际上是锦州地下情报市场所在。你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出现在那里吗？情报市场当然是搞情报了。什么情报？一卷胶卷，据说是美国人拍到了共军的动向。这件事情，杨处长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可这件事情并不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。而且你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？你搞得风声鹤唳，全锦州差不多都知道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这搞得人尽皆知，就不怕共党也收到风声？我呢，作为党国的特派员，保密局的一份子，我想尽快拿到这个情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既然你提到了共党，那我们就聊一聊共党的事情。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，证实了何天明，也就是剿总机要秘书苏南的丈夫，是共党分子。这段时间，林夕跟他一直来往甚密。林夕，这一点你承不承认？承认。但是吧，就是我跟苏南来往比较多，何天明嘛，不熟，打过一次架。哎，那天周队长在现场，对吧？没错，当时我在场，但在你们动手之前，你们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头接耳。你们在聊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你们在接头。两个人为了避免其他人怀疑，两个共党分子用打架的方式转移视线。我说的对吗？红口白牙，你说他是共党，他就是。哦，我跟他接触，我就是通共。我跟他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吗？据我所知，何天明是锦州非常有名的医生，跟在座的各位，包括锦州很多官员都有过接触。那是不是他们每个人都得坐在这里，让你一一甄别啊？你说。我要申辩。对于我丈夫何天明是共党的身份，请拿出证据来。我们安插了线人，跟他进行了直接的接触，而且他现在畏罪潜逃，这还不够吗？那请问线人呢？这是机密，不便透露。不便透露，那就是没有了。贺副主任，我跟何天明是在沈阳工作的时候认识的，当时是69军的李副参谋长帮我们牵的线，他的身份我就不做任何的辩驳了。但是事关重大，希望能找到李副参谋长来求证。我和李副参谋长是老相识了，这件事我会去向他求证。不过杨处长，别忘了，这林夕和苏南两人的关系，他们是恋人。林夕和何天明的数次接触都是在争执，即便何天明是共党，也不能就此说明林夕的身份有问题。杨处长，你还有其他的证据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换一个话题，聊一聊李汝和。据我所知，是姜伟将军带着宪兵，在他和何天明接头的时候将其抓获，对吧？姜伟将军，姜伟将军，李汝和的事情啊，对的，我确定。同时还在李汝和的家中搜出了跟共党联络的电台。我亲自带人搜的，不会有错。那好，林夕，你来锦州之后一直跟李汝和保持着密切的接触，这你不会否认吧？不否认啊。我跟李汝和时常见面，
我们经常一起吃饭、喝酒、打牌，这很多人都一起啊，对吧，李云飞？报告长官，我们锦州的各级军官跟李处长之前关系都非常好，我们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李处长他是共产党啊！报告完毕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没聊别的？没了。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林夕太太，文华女士，林夕刚才所说的是否属实？并不属实。林夕和我来到锦州之后，除了一些上海的故交，便是和李汝和来往最为密切。他们除了日常的应酬社交之外，经常在私下见面联络。很好，我这里有一份李汝和画了押的证词，他亲口证明自己是共党特务，而林夕就是他的下线。贺副主任，刚刚我的话没说完。杨处长这份证词我不认同。李汝和是不是共产党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能保证，林夕跟他的会面，绝对不是为了接头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他们见面是为了什么？有些话我本不应该在这个场合说，但是现在也不得不说了。林夕认为李汝和是锦州贪腐案的突破口，与他多次接触，不过也是为了查明案件的真相。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行来到锦州的真正目的，并且他们的每一次会面，我都在场。文华，除了证词之外，你还能提供证据吗？能。李汝和多次利用威胁、行贿的手段逼林夕停止对贪腐案的调查，他每一次行贿的资金我都记录下来了。那你拿上来吧。苏小姐看过这部电影吗？你说斯嘉丽要是早些意识到自己喜欢的是白瑞德而不是艾希里，你说她的结局会不会更幸福一些？除了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很多时候难免会留下遗憾。那你觉得我们两个谁是白瑞德，谁是艾希里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我换个说法。7年前和现在，对于你而言，哪个才是对的时间呢？我替你回答，对的是7年前，错的是现在。自从你再次出现，林夕这1个月犯的错比他过去几年都要多，你在害他。我尊重他的选择，我愿意陪着他一直往前走。可是我不愿意他死啊！坦白说，我不喜欢你，但是为了救他，我愿意跟你合作。这份记录并不能证明什么，相反，文华刚才的证词，却能印证林夕和李汝和的确私下见过面，
这不能排除他们通过其他方式接头和情报交联的可能性。你有证据吗？林夕，别再狡辩了，你的同志可都已经招了，谁跟他是同志啊？你把李汝和找过来，我跟他当面对质。就在昨天，李汝和已经畏罪自杀了。畏罪自杀？是。杨处长，不会是你为了诬陷我，杀人灭口吧？杨处长，你还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据啊？好。你既然提到你跟李汝和的沟通是为了调查贪腐，那我想请问你，9月3号在50/50军械库你查抄军粮，查出什么结论了？军械库里的军粮确实是我带人抄的。这个事情要是闹大了，至少我也是一个隐瞒不报的罪名。所以讲呀，我们现在啊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这个杨森是出了名的难缠，他要是死咬不放，把这天给咬漏了，那我们可是兜不住啊！慌什么了？为帮各位把屁股擦干净，林夕早就做了份假账，这个账本林夕给我的，军粮、军械，还有这2年的军费开支，账本里面记得清清爽爽的。何副主任，您只要手里拿着这个账本，天永远塌不下来。请你立刻回答我的问题，答不上来，心虚了？不是心虚，我不明白，军粮跟我是不是共党有什么联系？杨处长，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为什么呀？还没问出个所以然呢。今天这个临时法庭，就是为了搞清楚林夕是不是共产党。至于军械库的军粮，跟这件事儿没有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啊？到了这个时候，您还要袒护他吗？李汝和在锦州什么地位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不要逼我追查到底。没有定论的事儿，我本不应该在这里说。但是，杨处长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，我也只能是开诚布公了。此次林夕针对贪腐案的调查行动，焦总一直都在暗中配合。从目前的结论来看，所谓锦州的贪腐案，本质上就是共党为了扰乱我方军心的舆论阴谋。而这个阴谋的始作俑者，便是李汝和。从林夕开始调查之后，为了不让真相暴露，李汝和一直都采取行贿和威胁等方式，阻止调查进行。这根本就不可能。那军粮怎么解释？锦州的军费问题又怎么解释？这是内部调查的账目明细，杨处长要是不相信，可以拿回去慢慢研究。江将军，军粮是你负责查抄的，你该不会告诉我这中间都是误会吧？这件事情呢，我有话要讲的。我晓得你是为我好，可是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有什么话不好讲清楚呢？啊？我有3件事情要说啊。第一，军粮问题确实存在贪腐情况，这个我已经查清楚了。可是，这是李汝和利用职务之便，给党国抹黑的罪恶行径啊！这件事情我跟林夕之前沟通过的，我相信那个账本里记得应该很清楚。第二，
之前在我查证了那批军粮之后呢，李汝和让林夕来找过我，我当时狮子大开口，我跟他讲，我要军粮利益的50%，他没有同意，讨价还价之后决定给我30%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要找到证据啊！这批军粮在入库之前转手次数太多了，想要追根溯源太难，所以我才决定引蛇出洞，让贪腐之人自投罗网。那这么讲，江将军倒是一个大公无私、胸怀坦荡的人了。那你3成利润呢？3成收益呢？李汝和给你开的支票在哪儿？这是我要讲的第3个问题。杨处长，你刚才前面问过林夕了，你说你作为一个经济督导，你干嘛要搅和到这个胶卷事件当中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是我让他去的。不可能！之前呢，在会上你宣布了胶卷的事件，我当时就想，我要怎么样才能让党国拿到这卷胶卷？带人去抄，肯定不行的，对吧？哎，大家都是搞情报的人，硬碰硬我们是要吃亏的。买，我没有钱，但是我这个时候灵机一动，突然想到李汝和要跟我交易这件事情。可是，等他把这个军粮卖掉以后，可能胶卷已经落到共党手里了。情急之下，是我找了林夕，让他去跟李汝和谈判。我答应要3成，条件是必须现结。接下来的事情，杨处长，你就都晓得了。一旦踏入生门大饭店，迎接你的是天罗地网，跑是跑不掉的。不过你不要担心，你被捕以后，我立刻去找贺副主任，想办法为你举行一次调查会。只要过了调查会这一关，杨森拿你没有办法的。那调查会上必须要解决3个问题：李汝和、军粮，还有陈世龙。陈世龙只知道何天明的身份，只要把何天明顺利送走，他对你构成不了威胁。你的意思是，杨森现在死咬住一点不放，那就是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生门大饭店？如果是我让你去的，那你所有的行为就合法合理了。林夕，是真的吗？是。空口无凭，谁能证明呢？邢站长能。邢站长作为林夕的上司，我让林夕帮我做事情，总归要通过他允许的。那邢立先要是不愿趟这趟浑水呢？他只要答应，军粮贪腐案乃至李汝和所有这些可能会对他造成威胁的事情，我一一解决。这个电话我来打。喂，邢站长，是我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哎，邢站长，没事了，就是询问一下。好，再见。既然所有的误会都搞清楚了，我想这事儿就到这儿了吧。这几天委屈你了。贺副主任哪里的话？林夕，生门大饭店的光头已经交代了，既然是你买走的胶卷，是时候交出来了吧？还有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咬死不放。什么？胶卷，你已经通过秘密渠道递到我的手上了。
否则的话，就算你过了调查会这一关，你也别想离开锦州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有什么怎么办的？我是国防部特派到锦州督战的特派专员，我拿到了共党的情报，第一时间交回南京，交回国防部，很正常，这是我的本分，他们拦不住我的。至于离开了锦州以后，我到底有没有回南京，那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。胶卷被我放在了稳妥的地方，合适的时候我再交出。